张总停好了车，换下了平跟鞋，穿着高跟鞋，拿过包包，才推开车门下车。妈妈，儿子一把搂抱住他，妈妈，我好想你。母子俩也就晚上和早上能见上2面。白天他忙着生意，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儿子都是交给公婆、保姆们照顾。孩子很懂事，但也很委屈，觉得没有了爸爸后，妈妈也跟着没有了，因为妈妈陪伴他的时间很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带着他出去玩了。周末学校里放假，但是妈妈依旧有忙不完的事，要去请客户吃饭，陪客户打高尔夫球，或者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张总心里酸酸的，回拥着儿子的小身子，9岁大的孩子跟别人家7岁大的孩子那般高大，他总觉得是自己忙于生意，对儿子的关心少了很多，导致儿子瘦小的。他又不像海玲那样有个好妹妹能帮忙照顾着孩子，海玲可以放心的拼事业，都是因为她有个好妹妹撑着。而她的娘家人非但不能成为她的依靠，反而在她丈夫去世，她接管了婆家的生意后，想着瓜分婆家的家产，老想着算计婆家的一切。明明她的娘家也不穷，心却太贪。豪门纷争呀，真没有几家不争不吵的。战家那是管成豪门的一股清流，那是战老太太会管家，会培养儿孙，挑媳妇及孙媳妇都由他老人家长眼。老人家首要条件就是人品好，娶妻娶贤，战家男人就做到了这一点。上天也很眷顾着战家的男人，他们娶到的不仅是贤妻，颜值也不低，1代好媳妇，2代好儿孙。如今战家的儿郎个个都丰神俊朗的。张总想，他终究是不如海家姐妹好命。他当初要是能嫁入战家，战老太太怕是看不上他张家女吧。他张家内部的纷争也多。妈妈回来了，张总松开了儿子，然后牵着儿子的手往主屋走去，边走边温声问道：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家庭老师布置给我的各科作业我也都写完了。张总的儿子学习成绩平平，他是花了不少钱将儿子塞进了管城最好的小学，但是儿子成绩平平，在学校里学习压力很大，每次考试他的儿子总是倒数的。为了提高儿子的学习成绩，他又花了不少钱请了几个名师回来，1对1的给儿子补课，学习成绩有所提高。虽然在班里还没有办法排到前面去，好歹不再是倒数。她和丈夫结婚1年后就生了儿子，儿子2岁大时，丈夫就去世了，所以她只有1个孩子。婆家家大业大，公婆只有丈夫1个儿子，她又只有1个儿子，婆家的家产以后自然是给儿子继承的。儿子不够强大的话，将来守不住家业。张总没时间陪伴儿子，但很重视儿子的学习。都做对了吗？你的数学成绩是最差的，要花更多心思在数学上。等你上了高中，妈送你到国外去，国内太卷了。高中之前，他舍不得将儿子送到国外去，就算他现在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儿子，至少能早晚见到。而且公婆也舍不得孙子，要不是有个孙子，在儿子去世，两老怕是都撑不过来。孙子就是两老的精神寄托。我写完作业后，拿给爷爷帮我检查过，错了1道小题，如果是考试的话，那道小题只2分，其他全对。妈妈，我有进步的，我会很努力的学习，不让妈妈失望。孩子也知道自己背负着爷爷奶奶还有妈妈的太多期望。他智商不够高，不过他肯学，肯努力，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精力，成绩慢慢就爬上来了。那有进步，进步很大，值得表扬。爷爷奶奶睡了吗？张总问起公婆的情况。还没有，他们也在等着妈妈回来。张总花了7年的时间，稳住了婆家公司的局面，已经成了公婆的支柱。
公婆觉得她还年轻，也劝过她再找个男人，不过要求她招婿上门，说他们是她如女儿了，希望她招婿上门，这样家里有个壮年的男人，也不用被亲朋戚友虎视眈眈的。当然了，也要求她在婚时要做婚前财产登记，而且婆家的家产不能分给那个男人，一定要签好协议。招婿上门后，他们可以给那个男人安排一份工作，每个月给对方多少零花钱，不过别肖想公司股份及家产，就是让他找个伴而已。张总婉拒了公婆的建议，他也担心别人图他的钱，对他儿子不好。婆家的一切是留给他儿子的，他不允许任何人肖想他儿子的一切。再说了，在商界摸爬打滚7年，也见多了形形色色的男人，很难有人能让张总动心。优秀的不图他婆家家产的男人，不会喜欢他或者年纪比他小，因为那种条件的男人真没有几个，也就管成几大豪门里的少爷，人家家庭条件好，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任他们挑。她这个死了丈夫的寡妇还带着个儿子，公婆也甩不掉，那些少爷们或许会敬重她，觉得她很厉害，但喜欢她娶她，他们不会。管城的黄金单身汉也没有几个。张总看得上眼的有苏少主，听说苏少主有病后，张总很自然就将苏少主划掉，主要是人家苏少主对他也无感，他也就是在一次的宴会上远远的见过苏少主一眼而已，平时压根儿就见不到苏少主。那个男人比战印还难见，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还有一个便是陆东明了，陆东明是残了，不过在做复健，他私底下去打听过，知道陆东明坚持做复健是能重新站起来的。陆家本就是豪门，陆东明自己打造了一个陆氏集团，身价100亿，不会图他的钱。他婆家所有家产加一起都没有陆东明个人的家产多呢，更不要说陆东明还能分到祖产。张总不说话了，爷爷奶奶，我妈妈回来了。刚走到屋门口，小家伙就开心的大声叫喊着。张总进屋，公婆已经从沙发上起身，婆婆更是迎向他，脸上有着慈祥的笑容。阿月回来了。张总单明月，妈，我回来了。张月就算再累，回到家里看到公婆，看到儿子，心里就踏实。只要大家健健康康的，再累他都觉得值。饿吗？妈给你炖了补汤，给你留着一碗，还热着的，妈去端出来给你喝。最近公司里特别忙吧？每天晚上回来看到你都是疲惫的，人也瘦了一圈，妈看着都心疼。是阿耀短命，害得你这么累。提到短命的独子，婆婆眼睛又红了。就算儿子已经去世了7年，只要提起来，婆婆都会难受。张月也当了妈妈，她也是一个独子。平时儿子有点感冒发烧，她这个当妈的都着急，难受，恨不得替儿子生病。她都不敢想象，如果她刚步入老年就失去独子，她会疯的。所以她很能理解公婆的感受。那我喝碗汤。张月不饿，她刚应酬回来，不过也不想服了婆婆的好意，就一碗汤，她还是能喝得下去的。张月又跟公公打了招呼，将包包递给佣人，佣人帮她将包包摆放好。儿子坐到了她的大腿上，张月很自然地搂着儿子。爸妈，以后你们不用等我，早点休息。儿子，你也是，早点休息，不用等妈妈的。我要等到妈妈回来再睡。妈妈白天不在家里，我要是不等着妈妈回来，我都看不到妈妈。儿子不依地道。张月心酸的倒是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忙着公司里的事，都没有时间陪伴你。但凡她有个依靠，也不用她那么累。寡妇待宰在撑起婆家的门户，其实的辛酸只有她知道。就是尝尽了辛酸，张月特别羡慕海玲。海玲有个妹妹，
姐妹俩相依为命多年，感情特别深。就算海彤没有嫁入豪门，她都能成为海玲的依靠。海玲在婆家被欺负，海彤都能替姐姐出气。嫁入了豪门，有了战家当靠山，海彤对姐姐以及外甥的好就更不用说了。对于海玲来说，天塌下来都有她妹妹帮忙撑住。而她张月娘家父母健在，兄弟姐妹亦有，他们想的是如何瓜分她婆家的财产。她守得死死的，还被娘家人骂她傻，说什么婆家跟她没有血缘关系，娘家人才是她的亲人。她守得那么紧做什么？把她气得半死。再苦再累，她都不会回娘家求助。那些就是吸血鬼，被他们缠上了。婆家几代人打下来的江山，会被他们吸个干净。到时候她的儿子继承什么？娘家人是她的亲人不假，但她的晚年是要寄托在儿子身上的。儿子跟她更亲，婆家的一切，还有她现在挣来的一切，都是留给儿子的。她给父母再多，父母都是给她的兄嫂。她这么累，花钱都有节制。嫂子花钱大手大脚，日子过得比她潇洒。父母会心疼儿子儿媳，就不能心疼她这个女儿，从女儿身上吸血，给儿媳妇过好日子，这就是她的亲人。儿子扭身搂住她，软声说道：“妈妈没有对不起我，我知道妈妈很累，妈妈都是为了我，为了让我过得更好。妈妈，我会努力读书，长大后成为有用的人，给妈妈当靠山，保护妈妈，也不让妈妈那么累。”张月拥着儿子瘦小的身子，欣慰的道：“我儿子最懂事了，只要你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妈妈就安心了。成绩，你现在这样已经进步很大了，妈妈也满足了。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是读书的种，有些孩子很聪明，但是在读书方面就是不如人，甚至很差。你不能说孩子笨没用，他只是在学习上差一点而已，在生活上还是很聪明的。”张月不敢指望儿子能有多厉害，只要有能力守得住家产就行。妈妈，我还能进步的。妈妈相信你，不过最重要的是身体，不能太挑食，知道吗？零食要少吃，正餐多吃点，人是饭做的，要多吃饭菜才能长高高。你现在太瘦小了，比同龄孩子都瘦小一点。小家伙抿了抿嘴，但还是点了点头。他就是嘴巴挑。婆婆给张月端来了一碗补汤。谢谢妈。张月放开了儿子，从婆婆手里接过了那碗汤，还有点烫手，她便放下了汤碗。婆婆在公公身边坐下，张月跟梁老说了说公司进来的生意。丈夫活着时是从公婆手里接管生意的，他们现在年纪大了，也因为痛失独子，提不起精神在打理生意，但不代表他们不知道公司里的事。张月撑起婆家的天，她并没有其他私心，故而每天都会和公婆说一说公司里的事。婆家的财产越来越多，都是她儿孙的，爸妈都相信你，你决定就好，也相信你的眼光越来越好。婆婆温声说道。张月刚接管公司的时候，让公司接二连三亏损了，她着急得很。现在已经掌管了7年，她早不是当初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张月了。阿月呀，你要是遇到合适的、品性又好的男人，就找一个吧。辉仔还小，需要父爱的。我和你爸年纪渐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2腿一蹬去了，到时候只有你母子俩，还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欺负你们呢。一个家庭，特别是像我们家这样的家庭，没有一个年轻有力的男人，特别容易被欺负。张月端起了那碗汤，慢慢的喝着。公婆和儿子都看着他。儿子是想有个爸爸，但又怕后爸爸不好。别人都有爸，他爸爸早早就死了，他只能靠着看相片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爸爸死的时候他2岁多，现在早就没有了印象。后爸，同学们说后爸大多数都是坏的，
他家里有钱，也怕后爸试图他家的钱。外婆就经常跟妈妈说，再嫁容易被人算计钱财，还不如将钱财交给舅舅。每次外婆那样说，妈妈都很生气。辉仔就知道外婆是不安好心的了。他太爷、爷爷还有爸爸经营的公司，赚到的钱为什么要给舅舅？张月喝完了一碗汤，放下了汤碗，抽来纸巾擦了擦嘴巴后，温声对儿子说道：“儿子，你上楼休息去，明天还要早起上学呢。”儿子很懂事，知道妈妈想说的话不想让他知道。他起身向爷爷奶奶和妈妈说了声晚安，便上楼去了。张月看着儿子上楼，等儿子的身影消失在楼梯上了，他才轻声对公婆说道：“爸妈，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和辉仔好，但是管城的好男人就那几家的儿郎，他们大多数都比我小很多，而且未婚。除了那几家儿郎，还有一个倒是挺适合我的，年纪比我略大几岁，也未曾结过婚，他很优秀，就是破了相，初看会觉得他有点恐怖。不过他有自己的公司，个人身价100亿，比我们家更有钱，人品也不错，他就不会肖想我们家的家产。”公婆面面相视，婆婆随即问道：“是谁？”妈认识他吧？爸妈都认识他的，陆家的4少爷，陆氏集团的老总陆东明。公婆：陆东明。婆婆立即反对。陆东明出了车祸后残了双腿，虽说在做复健，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他脸上那条刀疤太恐怖，会吓到辉仔的。陆东明的条件人品倒是不错的，但就跟你妈说的那样，他现在都残了，坐着轮椅呢。你招个男人回来，主要是给你依靠的，能够照顾一下你母子俩，不是让你去照顾他。陆东明现在就是离不得人，随时需要人照顾。再说了，陆东明喜欢海玲，这是东城人都知道的事。他会出车祸，还是为了海玲呢？他跟苏总还有战总都是好哥们，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苏总和战总对待感情都专一，是疼老婆的男人。陆东明也会是那样的男人，他已经爱上了海玲，就不会再选择其他女人。他们俩已经确定了恋情，你看中陆东明，岂不是要去和海玲竞争，更是当别人感情的第三者？阿月，除了陆东明就没有适合的吗？公婆都反对张月和陆东明在一起。哦，陆东明愿不愿意和张月在一起还是个未知数呢。但张月只要去追求陆东明，就会被人骂作小三。他们不愿意儿媳妇成为别人感情的小三，那样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会影响公司的声誉，也会让他们两老不敢出门见人。再有就是孙子会被别人骂的。除了陆东明，我是还没有遇到适合的，其他人表现得再好，也是图咱们家的钱，我哪敢跟他们在一起？张月叹口气说道：“我是寡妇待宰，本就不好找，很多人都嫌弃带着儿子再嫁的女人，要是带个闺女，倒是容易再嫁。她现在再强大，在别人眼里都是个寡妇。总说男女平等，其实在现实社会里，对女性始终还是带着点偏见的。她拒绝了很多冲着她的钱而来的男人的追求，他们就到处败坏她的名声，说她私底下包养了多少小白脸，换小白脸如同换衣服，又说她老公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是被她克死的，说她克夫，谁娶了她都会被她克死。海玲离了婚，也带着一个儿子，陆东明都不嫌弃她，对他的儿子特别好，任谁都看得出来，陆东明对周扬的疼爱是发自内心的，他对继子有包容心，也不会嫌弃妻子离过婚或者死过老公，他是最适合我的。海玲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本事也不算大，她都能找到比前夫优秀100倍的好男人，我自认比她更优秀，难道就配不上陆东明？陆东明是和海玲成了恋人，那又如何？他们又没有领证结婚。
我还有竞争的机会。陆东明的腿伤能好的，我去打听过了，医生说他坚持做复检，明年都有可能恢复正常。张月觉得自己比海玲更优秀，更配陆东明。她是想为自己、为儿子争取一下。嫁了陆东明，她不用担心陆东明对儿子不好。看陆东明对洋洋的疼爱，她都替儿子羡慕嫉妒。不知情的人看到陆东明对洋洋的态度，都会认为那是亲父子。说是那样说，人家还是会骂你是小三，也会骂辉仔的阿月，你可得三思呀。婆婆苦口婆心地劝着，若是实在找不到适合的，就这样单着养大辉仔，他可以接班了，你退下来。想想清福，人生也就这样了。他是不愿意看到儿媳妇一个人那么累，但也不想儿媳妇当小三。海玲是个离婚女人不假，但她的妹妹可是战家的大少奶奶。战印是个宠妻狂魔，不用问也知道他们会帮着海玲，让他们知道你去和海玲争夺陆东明，咱们家公司可承受不起战氏集团以及商氏集团的联手打压。陆东明也未必会喜欢你，阿月啊。陆东明是真的不适合你，你别为了他弄臭了名声，也会连累我们家公司。公公也说到阿月啊，你妈说的对，如果陆东明没有和海玲在一起，没有残了，他倒是适合你，但他现在残了，又和海玲成了恋人，不能接受海玲的陆太太，现在都接受了海玲，你真的没有必要去趟那浑水。陆太太嫌弃过海玲是离婚女人，想来也会嫌弃你的。张月是死了老公的寡妇，陆太太估计更加的嫌弃。陆家的门槛高着呢，不是一般女人能跨过去的。要不是陆东明残了，陆太太都还接受不了海玲。听了公婆苦口婆心的劝说，张月沉默了良久后叹口气，说道：海玲现在不在管城，听说去江城开了公司，在她新公司没有稳定之前，想来她都是留在江城的，至少也要1年半载，甚至好几年吧。趁她不在管城的时候，我试探一下陆东明的意思，如果能让陆东明主动选择我，别人就不会说什么了。我不会明着去追求陆东明的，就是跟他暧昧一下，试探一下。若是他一点意见都没有，我就死心只与他做生意。张月都这样说了，公婆还能说什么？爸妈，这事也不是1天2天便有结果的，你们不用太担心，想太多。我不是18岁不懂情的小姑娘了，若是情况对我不利，我会马上抽身的，不会影响咱们家的声誉，影响辉仔的。很晚了，你们去休息吧。我刚喝完1碗汤，有点撑，出去走走，消消食，再休息。说着，张月起身往屋外走。婆婆叮嘱她：阿月，你累了一天，别走太远，早点回来休息。明天你又要早早出门，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议，处理不完的文件，一个人打理着庞大的公司是很累的。白天没什么事，他们都不敢给儿媳妇打电话，因为儿媳妇没有时间接电话。就是辉仔打电话给儿媳妇，儿媳妇接听后说句很忙，就挂电话。妈，我知道的，你和爸去休息吧。张月走出了主屋，公婆看着她的身影消失了，彼此对视片刻后叹口气，便上楼去。张月在院子里闲逛，也就是夜深人静时，她才能放松心情以及紧绷的神经。回想起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夫妻俩经常牵手漫步于院中，如今只有她一个人。说好的白头到老，你却让我一个人孤独过日子，说话不算话。我就算重新找个男人，也无法爱上他，我的心早就被你带走，跟着你一起死了。你太无情，抛下我和孩子，连你父母都舍得抛下。老公，我想找个人来靠一靠，陆东明就很适合我和我们家。你若是在天有灵，
可怜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就保佑我能够和陆东明在一起，让海玲自己离开陆东明吧，我也不想背负小三之名。海玲做了一个晚上的梦，梦境离奇古怪，醒来她记得的梦境内容就是有个看不清面容的女人跟她说陆东明不要她了，让她赶紧离开陆东明。睁着眼望着天花板，海玲好一会儿才坐起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昨晚妹妹才跟她说她可能有个情敌了，她就做了一个晚上的梦，是不是潜意识里她在担心陆东明会被人抢走？在床上又坐了好一会儿，海玲才下床去换衣服，然后洗刷，再坐到梳妆台前给自己画了个精致的妆容，对着镜子审视了片刻，认为自己的状态不错，海玲才拿起手机，先是发信息给妹妹，问海童洋洋上幼儿园了吗？海童很快就发了一张相片过来，是幼儿园门口的相片。海童刚送洋洋到幼儿园，就收到姐姐发来的信息，她今天又在幼儿园门口寻找龙太太的身影，依旧没有看到龙太太。难道龙太太真的不是宁思琪？前几次遇到也真的是偶遇。海玲回了个笑脸给妹妹，发了个语音信息过来，我准备打包早餐回公司了，晚上有空了再聊。姐还没有吃早餐，要按时吃饭，不要因为忙就忽略了3餐，生意再重要都不如吃饭重要。海童是个吃货，他就觉得天大地大，吃饭的事最大，再大的生意他都要先吃饱了再去谈。海玲笑今天起来晚了，吃完早餐再回公司，会迟到，干脆打包回公司里吃，吃完了刚好开早会。你忙吧，这个周末我想回去看看，陪陪洋洋。海童嗯着，姐姐不再发信息过来，他便不打扰姐姐了。姐姐现在比他忙得多，他的生意好歹稳定了，姐姐的才起步呢。海玲打包了早餐，回到公司后，趁还没到开会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了早餐，然后给陆东明发了个语音信息，说到我昨晚做了一个晚上的梦，总是梦到一个看不到面容的女人来找我，说你不要我了，让我离开你。正在做复健的陆东明并没有第一时间听他的语音信息，海玲发了语音信息后，也没有刻意等着他的回复。秘书提醒他到时间开会了，大概半个小时后，陆东明才停下来休息，然后拿起放在轮椅上的手机，看到海玲给他发来了新的微信信息，他迫不及待地点开来听。听完海玲发的语音信息后，陆东明不淡定了，他想立即打电话给海玲，又怕海玲在忙，便先发信息问海玲，海玲在忙吗？信息发出去之后，海玲一直没有回复，陆东明就知道他在忙。陆东明心里着急，但又不好打扰海玲，他也不做复健了，坐回轮椅上，自己操纵着轮椅离开了草坪，回屋里去。10几分钟后，保镖就推着陆东明从主屋里出来，走向他的车子。很快，保镖开着车离开了陆家大宅。陆东明一直绷着脸，任谁看到他这个表情都知道他心情不好。快到陆氏集团的时候，陆东明忽然说到去战氏集团，保镖恭敬的应声，然后在一个路口调转了车头，驶到对面的街道去，又拐入另一条街道前往战氏集团。不到10分钟就到了战氏集团。陆东明是战印的好哥们，两大集团又深度合作，陆东明只要过来了，都不需要通传，也不用预约，随时可以坐电梯上顶楼见战大总裁。往常陆东明都是自己操纵着轮椅前行，今天他心里着急，就让保镖推着他走。上到了顶楼，出了电梯，战印的秘书迎过来，陆总。陆东明微点一下头，随即问到战印在办公室里吗？战总在里面。战总已经知道陆总来了，陆总敲门进去便可。秘书还以为陆东明是过来和老板继续谈新项目合作的事。陆东明朝秘书点点头，
秘书帮他敲开了总裁办公室的门，保镖推着他进去。战印抬头看了一眼，见是他，便又低头去审阅文件。陆东明示意保镖可以出去了，他自己从轮椅上站起来，走了2步，便在战印对面的黑色椅子上坐下来。战印合上了文件夹，抬头望着好友1分钟，问道：“东明，你好像有心事，出什么事了？说出来，看看我能不能帮到你。”陆东明是心急来找好友，想打听一下海林有没有和海童说过什么，但是见到了好友，他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海玲只是说他做了个梦，他就因为海玲的梦境，放弃了回公司，跑来占用好友宝贵的时间。陆东明怕好友笑他，可是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总觉得海玲不会无缘无故的做这样的梦。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不是有人在海玲那里说了什么？海玲就胡思乱想，然后晚上就做了一个晚上那样的梦，想说什么就说，咱们都是多年的老友了，好哥们，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战印起身绕出了办公桌，问陆东明：“你是喝咖啡还是饮茶亦或温开水？”“我想要咖啡。”“茶水间里应该还有咖啡，我看看，没有的话就给你温开水了。”战印进了小茶水间，片刻端着2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出来。“还有，给你1杯，我喝1杯。”战印将其中1杯咖啡放到了好友的面前，他再坐回原位，放下了咖啡杯，问道：“是与我姐有关的事吗？”“生意上的事，陆东明不会这么着急，一个电话打给他就行，不会亲自跑这一趟。”战印猜测可能是爱妻跟大姨姐提到了张总的事，大姨姐又跟陆东明说了什么，陆东明才会跑来找他。陆东明瞪着好友：“你果然知道点什么，是不是海童跟他姐说了什么？他姐妹俩天天都会通电话发信息，聊的什么内容海童不说，我就不知道。”战印没有马上说出来。“我姐跟你说了什么？”陆东明没有答话，而是掏出手机，打开了微信，将海玲发过来的信息给战印看。海玲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梦，肯定是海童跟他姐说了什么，海玲才会做这样的梦。是不是海童在他姐面前说我坏话了？平时看海童对我很不错呀，见了我都东明哥长，东明哥短的，他居然背着我在他姐面前说我坏话。战印，你别冤枉我老婆了，我老婆没有说过你的坏话。我姐做过什么梦你都知道，你怎么知道她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我姐上一段婚姻是遭到小三插足破坏才会离婚的，她潜意识里可能就担心有小三插足你们俩的感情，做这样的梦有什么奇怪的？再说了，这只是个梦，没看我姐发给你的信息吗？她说是一个看不清面容的女人，说明她都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可能压根不存在的，不过是她上段婚姻带给她的阴影而已。陆东明不说话了，觉得好友分析的也有道理。真是那样吗？不过我姐会做这样的梦，说明了她觉得你们俩的感情还不够牢固，她对你对她自己的信心都不够，才会潜意识担心会有人破坏你们俩的感情。陆东明说道：“我对她的心日月可见，除了她，我不会再爱第2个女人。我也这么大年纪了，玩弄不起感情，况且我也没想过玩弄感情，我对她绝对是真心的。经历了那么多，她还不能相信我吗？她对她自己没信心，我爸妈，我家里所有人都接受了她，再也没有人反对我们俩在一起，我家里人都在盼着我们早点结婚，她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又不是周红林，我绝对不是周红林。外面有再多比海玲好的女人，我都不会喜欢。我认准了她，认定了她，此生非她不娶。”顿了顿后，陆东明问着好友阿印：“你说，我要不要早点和你姐领证？以前是她不愿意嫁我，后来是我觉得我残了，不想拖累她。在我没有康复之前，我都不想和她领证。是不是因为这样，她就没有了信心，怀疑我有2心了？我是真的怕我无法康复，一辈子都坐轮椅，拖累了她。离婚后，她自己带着洋洋生活，
本就艰难，要是再加上我这个残废的，他会过得更辛苦。我爱他，只想带给他幸福快乐，而不是拖累他。陆东明说的都是掏心掏肺的话。战印端起了咖啡杯，慢慢的喝着咖啡，喝了几口后，他才说到这个，我也不知道，现在我姐在忙，你还是等我姐有空了，亲自问她吧。我说呀，就是一个梦而已，你不必刨根问底的。谁不做梦？我天天晚上都做梦，梦到彤彤生了个可爱的女儿。我抱着女儿，笑咧了嘴，有好几次，彤彤推醒我，问我梦到什么了，笑得那么欢。陆东明，以我男人的直觉来看，我认为是海玲听谁说了什么。难道是有人想拆散我们俩，故意在他面前胡说八道的？海彤只是猜测张总对陆东明有想法，没证没据的。张总平时和陆东明走得又不近，这样的话不能传出去，免得他老婆成了造谣之人。这就是战印死都不肯说老实话的原因。谁会在我姐面前说你的坏话？东明，我觉得你就是多心了。彤彤平时和他姐通电话，聊得多是家常洋洋的事，偶尔彤彤会问一下江城那边的情况，提醒他姐姐注意安全。他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你的为人他还不清楚吗？他是不会在他姐面前说你的坏话的。我看呀，不是我姐胡思乱想，是你在胡思乱想了。陆东明瞅着好友看了片刻，从战印的表情无法寻到蛛丝马迹，难道真是他想多了？海玲就是单纯的做了个梦而已。这个时候，海玲打电话给陆东明了。陆东明一看到是海玲打来的电话，就对好友说道：“海玲打电话给我了，你别出声。”战印笑：“好好好，我不出声，你坐到那边去，慢慢的煲电话粥，别坐在这里喂我狗粮，影响我工作。”陆东明边起身坐回到轮椅上，边接听海玲的电话。东明，海玲的声音轻快，带着点笑意，听得出来她此刻的心情很不错。如果真有什么事，她不会这么开心。陆东明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我在。陆东明温声应着。刚才我在忙，要开会，刚结束会议回到办公室，才有点时间回复你。怎么了？陆东明不说话。海玲笑道：“是因为我告诉你的梦境内容。”